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发布消息，称车臣军已经在马里乌波尔钢铁厂取得大胜。一起来看具体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根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4月22号，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亚速斯塔尔钢铁厂。这是被围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市的乌军和亚速营的主要最后据点。卡德罗夫声称，马里乌波尔将是我们的，这座城市已经被彻底的占领，不可逆转。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钢铁厂的行政大楼已经被俄联军控制，亚速营和乌克兰士兵被工厂上厚厚的混凝土和铁块挡住了。实际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已经下令叫停了强攻钢铁厂的进攻行动。尽管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向普京表示，只需要3到4天的强攻就能够拿下钢铁厂，普京进一步解释称，是为了保障俄军人员的生命安全，对于钢铁厂不可采取强攻的方式。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企图抵抗的亚速营和武装分子困死在这地下墓穴中，他们没有食物和弹药后自然会上去投降。如果他们要投降的话，俄方将根据国际法妥善安排他们，并且提供医务上的救助。虎妞认为，当前东乌大决战已经发起，尤其是东乌北部俄军进展迅速，南部地区的乌军也一举拿下了数个据点。根据美智库的分析，在东乌，俄军集结了72个营级战术群，超过10万人，发起了全面进攻。短期内，东乌地区俄军暂时没有兵力不足问题的困扰，因此在马市的战斗可以长时间的持续下去。俄方有的是时间和钢铁厂里面的亚速营干耗着，反正哪怕是亚速营和乌军在钢铁厂先期储存的食物和弹药再多，也有弹尽粮绝的一天。到那时候，他们就是砧板上的肉，俄军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虎妞来说，普京下达包围钢铁厂而非进攻的命令，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小部队伤亡。毕竟，马市钢铁厂已经让亚速营和乌军改装成了一个防御设施齐全的地上地下巨型掩体，派遣大军围攻，确实可以歼灭盘踞在钢铁厂内的武装分子。但是俄联军也得付出不小的伤亡，毕竟打巷战就没有伤亡不高的。而普京也经历过上世纪的2次车臣战争，其中第2次他还是总指挥，亲赴一线战场，与俄军将士共同身处祸险。相信地狱般的格罗兹尼之战也是给普京留下了很深的影响。那场战役，俄军和亲俄车臣部队伤亡超过15000人，因此普京心里十分明白，要快速夺取马里乌波尔钢铁厂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所以他果断叫停了强攻计划。反正钢铁厂的亚速营和乌军残余就是煮熟的鸭子，飞不了，而且俄军方面有的是时间跟他们玩。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俄军和车臣部队对于钢铁厂表面的建筑进行了清理，占据钢铁厂行政楼后便堵缺口和彻底封闭厂区，打算将亚速营驱赶至钢铁厂的地下核掩体当中。战斗进行到这个地步，可以说俄军战场局势已经胜券在握。如果这些亚速营和乌军残余都被驱赶至地下，这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逃跑和自主反击的能力，就像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如果没有西方盟国的帮助，乌克兰武装部队无法解除俄罗斯对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围攻。他声称有2种方法可以解除对马里乌波尔的封锁。第一个是乌克兰和西方盟友联手发起行动，解围马里乌波尔。第2种就是通过和俄罗斯举行谈判。不过虎妞认为，第1种办法纯属痴人说梦，不是正常人能够想出来的。西方不会亲自下场参加战争，拜登已经喊了10遍8遍了。看来泽连斯基根本没有听进去。第2种办法估计也没用，因为泽连斯基的信用已经透支了。此前和俄方谈判时，其立场举棋不定，动不动前后矛盾，甚至当场反悔。俄方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在马里乌波尔问题上与乌方谈判了。泽连斯基这波纯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俄网友称，希望泽连斯基做个体面人，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人员伤亡，最好的结果还是钢铁厂地下核掩体的亚速营和乌军体面点出来投降，马市的战争早就该结束了。如果乌军和亚速营不讲体面，
俄军可采取使用海水倒灌的方式，淹没地下掩体中的乌军和亚速营，让他们体面。